现在的旅行说白了，早就不是单纯的轻松了，而是一个默认要完成的任务。这种任务呢，并不是你自主想要去做的，更多它变成了一个潜意识会去做的事情。当你长期处于被工作折磨的状态下，只要一到放假，就能立刻切换状态，仿佛下一秒就要变身旅游特种兵，将自己的行程排满，门票抢好，连衣服都要根据每天的景点搭配好。大家嘴上说着想出去看看风景，但更多时候根本没人在看风景。当食物摆上来的时候呢，永远都是手机先吃，镜头优先。有些人都还没有上飞机呢，已经开始计划着这趟旅行能产出多少内容，能拍出多少条转场视频。这看似你在旅游，其实是在按照社会默认的节奏去完成一个流水线的过程。这期的内容呢，我想说的是，旅行已经变得越来越像一场表演。我们追求的不是体验，而是消费清单上的打卡项目。旅行曾经是能让自己慢下来停一停的方式，现在它不是放松了，也不是去看世界，而是去赶进度。对于现代人来说，假期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很多人一年来就只能请得起那几天假期，像是错峰出行和慢节奏的旅游生活早就不现实了。那为了不浪费假期，整个的计划就必须紧凑，能去多看几个景点，多拍点照片才觉得值回票价，这让旅行变成了要完成的 KPI。 而对一些从未出过国，甚至没离开过自己省份的人来说，旅行本身就是一种高度兴奋的新鲜体验，是对世界的初次尝试。这种人生的第一次体验呢，足以驱动他们心甘情愿开启特种兵模式。哪怕一天只能睡4个小时，走2万步以上，也要把每个景点都看一遍。这就逐渐暴露出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对旅行的理解已经从生活体验转变为消费投资。你会发现，不再只是为了旅行而旅行，而是开始计算这趟旅行下来有没有拍到好看的照片，有没有吃到必吃榜上的餐厅。每一笔费用的背后都指向了一个逻辑：我要让这趟旅程看起来值。为了这个值，你愿意花钱坐红眼航班，只为能多玩半天；愿意预订昂贵的网红餐厅，只为拍照。为了旅行花钱去添加装备和化妆品，因此旅行也成了你在社交平台上行走的一张名片。你去了哪些国家，去了几次，跟谁去的，有没有在一些著名的地标前打卡拍照，护照上有多少个国家的盖章，这都变成了可以被量化、交换和比较的事情。旅行呢，不再注重体验，而是为了生成一条够体面、够有内容的朋友圈动态。哪怕是景点人山人海，也要拍出空无一人的氛围感照片。就算拍不出来，也有强大的美图功能。在这个过程中呢，你的消费观也会发生偏移。比如有人会因为这里卖的是限定款，然后买下用不上的纪念品。在泰国买了手编制的饰品和花衬衫，但回国后根本不会再穿了。那这样的心理呢，是因为你难得出来一趟，而对预算呢逐渐放宽你的要求。所以说现在的旅行本质上已经从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变成了选择一种消费模式。现在很多人去旅行，不再是为了让自己能好好放松休息，是为了有东西可以发。不管去的是哪个城市、哪个景点，手机先拍个几十张，滤镜调好，文案也提前准备好，坐在餐厅里都要先拍半个小时，饭菜冷了都无所谓，只要朋友圈和小红书能有东西发起来就好。这也成了你在这趟旅行里的主线任务。我自己呢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当我抵达在一个新的国家之后呢，当天会在朋友圈上发个带有地标的动态，那一刻我就是想让别人看到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旅行哦，我希望被看见、被认同，让人觉得我的生活过得确实不错。也正是因为这种心理，从简单的记录旅行变成了在展示、在炫耀自己去过的每个地方。请你仔细观察，现在动态里不管是谁发的文案都长得差不多，排版也都是一模一样。这些文案也不是不真诚，而是大家都在模仿一种非常刻意、非常装逼的表达方式。说实话，我现在都不太会选择去一些人特别多、特别热闹的地方。凡是有这种活动，你不用出门都能在朋友圈和各大社交平台上能刷到。正因为我所说的，大部分人的假期时间来之不易，所以旅行出发点不是你想去哪，而是看到最近大家都去哪玩。平台的内容分发机制呢，也会不断的去强化这几个城市，增加景点的热度。
每个被种草的景点呢，早已变成了标准化的消费产业。不同的人去相同的地方拍相同的照片，复制同个文案，为了能在这家海边的咖啡店拍出完美照片，就算咖啡难喝，你也不会分享出来，只会告诉别人这里是必须要来打卡的咖啡店。现在很多商家呢，不再靠回头客来维持生意，而是靠店里有足够氛围的装修来吸引流量。只要有足够多的人来过，发过的照片，这家店就能在社交平台上获得免费的宣传。甚至很多店并不在意你吃的好不好，饮料好不好喝，而是默许你点一杯咖啡坐3个小时拍照，因为他们真正想卖的是氛围感，是你帮他们免费在小红书上做曝光，在大众点评上做分享。其实在旅行中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消费观，比如很多人一出门就开始变得节省，地铁换成几班都不愿意打车，最后累得头晕脚痛，搞得整趟旅程都没了兴致。要是在这种时候啊，花点钱打车，它并不是浪费，是一种你花钱买精力买时间。特别是在你刚落地拖着行李还不熟悉新环境的时候，打车能省去你查路线找出口上下地铁的那些琐碎麻烦，也能让你快速抵达酒店休息。很多人会说自己旅行预算有限，能省则省，但有些省下来的钱是最没必要。比如去个主题乐园排队，你为了省下快速通道的钱，一站就是2-3个小时，被太阳晒得没耐心了。可在这个时候放弃又对不起自己排队的时间，所以玩个项目下来，你都已经心力交瘁，那最后浪费的是不是你的情绪和体力呢？如果你买了快速通道，不只是为了省时间，更是为了让你玩得相对轻松点，你也能比别人玩得更多的项目。旅行呢，本来就是一种享受。如果你一整天的时间都用在排队上，那所谓的性价比也没剩多少呀。再比如，有些人会为了节省住宿，选择偏远的酒店或者是民宿，然后每天上下的交通折腾，把时间全浪费在通勤上了。相反，住在市中心虽然贵一点，但多出很多自由安排的时间，也能让你在旅行中更加从容。尤其是你只有几天的短途旅行，时间比金钱更加稀缺，你每天都只有那么10几个小时，能多体验一个展览，能多吃一顿饭，能多去一个景点，都是旅程中的加分项。所以不是旅行中所有的花费都是不必要的，关键在于你的钱花在了哪儿，哪些是能真正提升体验，哪些是帮你节省时间和精力。最后想说的是，旅行的消费并不等于浪费，关键在于你是为了更好的体验生活，感受世界，还是完成一次能让你在朋友圈上炫耀的资本。如果你只是盲目跟风，为了在赶进度，那旅行对你来说最后就会变成一种负担。好了，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内容。如果喜欢今天这期视频，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也是对小陈本人最大的鼓励。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拜拜。